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新都区的鱼龙村，来这里探一家开了30多年的小餐馆。这个馆子开在农村里面，你看这里的车全是过来吃饭的，就在前面那家，那边还在插秧，不是插秧吗？谁？这里非常的偏啊，进来了之后，但是有很多车，估计都是来吃饭的，就在马路边上，叫一家卤肉馆。 粉丝推荐说他们家的脑花特别好吃，现在哇还在排队。啥子点菜呀？一头就点，看都点。哦，这是2头啊，看一下这是在切什么。这是在切卤肉。先点一个卤菜。 加微信，加微信。它这个感觉像是一个小卖部。王老师 ，Hello， 你也在排队？哦，要排队是不是？哦。你经常来这里吃吗？我看那个馒头刚探完店，我在附近。你是看完探店过来的？对。哦，这个太忙了吧？这个。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脑花豆腐。哦。他们过来的。哦。我先去点脑花豆腐吧，这里排队太多人了。这里居然要排队排这么多。 哦，这是进到它里面来了，厨房在这里。哇，这老板娘一个人炒，还要点菜。它这个相当于快餐式的，提前都备好料了。我点菜嘛。啊，太挤了，都是来抢脑花的。哎，你好。可以喝个饮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。 王老板是不是？你好，你好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个点菜有点困难。哎，这个餐厅这么火爆的？太忙了。这个有点离谱啊！进去了之后，凉菜没点到。没有了。卤菜、炒菜还在排队，你们去点吧。好，挤不进去。那我去排队。现在几点啊？这才11点多就坐满了。凉菜我就排热菜。哼。 我们是10点半到的，开始上午。同事去排队，你看呢？那里凉菜排了7、8个人，就跟抢一样，离谱，太离谱了。我也觉得很离谱，而且这里郊区啊。啊，不过这个好休闲啊！你看，这个凳子、桌子，又是在农村，氛围感是比较好的。哦，还有机车啊，这车是不是跟你那个一样？ 接上了哈2个菜太难了。不，终于到了。你们几位10个人分10块钱就可以了。等了一会儿啊，第1道菜上的是这个猪肝儿。 这个猪肝儿是这个样子的，稍微看起来的话稍微厚一些，颜色嘛很红，应该是放了豆瓣酱，然后里面放了软浆叶、木耳，这跟火爆腰花一个配料感觉。先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像我们当时点干腰合炒。干腰合炒吗？这里面没有腰子啊？估计他听错了，太忙了。听错了啊，很正常。你看他排队，现在都凉菜都排了10几个人了，里面呢？里面有6、7个。里面有6、7个。 排得很厉害，太夸张了，还是。这猪肝不辣，然后肝挺新鲜，这味道比较温和，就典型的成都炒法。然后这个泡椒，你看，泡椒是2荆条泡椒，就很普通的泡椒。这泡椒也不辣，但是这个油特别红。还有一个它不咸，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呢，它的豆瓣油是另外再炼过的；第2种就是豆瓣酱放进去爆红了之后，把豆瓣酱捞来丢掉。 因为很简单，这个你看，油特别红亮，但是呢又没有看到豆瓣酱，就2个可能性。它本身炒这个猪肝本身就是用的豆瓣油，要么就是自己炼的油。还有黄瓜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丝瓜。3月过来。黄瓜，多少钱一份？没价格的，只有待会儿算账的时候。啊，待会儿算的时候再那个吧。反正这个分量呢不是很大，大概有3两多。但这个猪肝切的偏厚，因为之前没来过，我不知道是因为今天忙切的还厚呢，
还是本来就厚，口味呢比较柔和，然后呢油非常红亮，还是比较下饭。但是呢辣度几乎接近于5%吧，就是自贡辣度的5%。好，下一道，先吃一个卤肥肠，这里可是排了10-20个人在这等啊！我尝一下这个，我先替他们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，蘸点这个辣椒肠。这个卤呢是五香卤，肥肠有一定的嚼劲，肥肠倒是挺新鲜的。然后它这里面油保留的稍微多一些，还有胀气味。肥肠的味道呢，它就是肥肠的味道，不好的味道呢，我称之为胀气味、腥味吧，肥肠特有的腥味。但这个对于不喜欢吃肥肠的人，他就不喜欢肥肠这个味道，不是胀气味的问题。喜欢吃的人呢，他才吃得出有没有胀气味。带油的，味道重一些。然后这个卤的时间应该比较短，有一点嚼劲。五香卤颜色不是很深，这种颜色不是很深就说明一个问题啊。那么恭喜你啊，你运气很好，你是今天现卤的。你到摊子上面去买那些卤菜、凉菜，颜色稍微深一点的，肯定是头天剩的，回了锅。那它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卤的，原材料是新鲜的，口味呢就一般。我说的一般呢，它没有突出的点，也没有不好的点，就是一般。好，下一个，再尝一下啊。它这个招牌可是一家卤菜，哎，是一家卤肉馆哦，一家卤肉馆啊，这个才是他们招牌当中的招牌。这个菜一上来，我还是发现一个问题，你看这个肉啊，切的跟猪肝是一样的，有可能是排队的原因。你看，老切好了，已经提前切好了。对，哎，那就有可能人家就是切这么厚，是不是？尝一下怎么样？味道很香。我尝一块带瘦的，这个应该是核桃肉。红油还是比较香，还是不辣。但是我看这两个颜色怎么有点像呢？它有可能是加了这个油进去的，因为这个红油不是很辣，或者是它那个红油本身就不是很辣的。有点像啊。因为炒猪肝可以放这个油，但是你拌凉菜是绝对不可以放豆瓣油、豆瓣酱的油的，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肉一入口，口感非常的清脆，然后能够明显尝得到啊，是新鲜的猪头肉做的。这个非常下饭，这个比这个要下饭的多，跟猪肝比起来刀工相似，味道还是非常柔和，完全吃不到辣的感觉，有一点点淡淡的花椒的香味和麻味。然后这里面放的姜粒放的比较多，不知道你看没看到啊？这几乎每一块上面都有姜粒啊。这样的大口吃肉的话，其实也感觉蛮爽的。这个没有腥味，口感不错，切的大块，味道柔和，葱香味比较浓，红椒比较香，我觉得对得起它这个一家卤肉馆。哇，老花终于上来了，这个多少钱？30块。这个分量挺大的啊，相比于猪肝跟这个肥肠分量很大，这里起码有7-8两肉。这里下一道，豆腐烧老花，先尝一块豆腐。啊，它这分量看起来不小哦，我感觉有3副老花这里面有，可能有3副4副都有可能。我尝一下豆腐怎么样？他着急了，豆腐没入味，还有可能看一下是不是可能这个太大坨了啊？这个一坨如果烧麻婆豆腐可以切4坨了。这是什么豆腐？嫩豆腐，这豆腐有点像是豆花压出来的，偏嫩。这豆腐做得好，再烧久一点就会更好。对，这豆腐如果提前入味就更好。哇，这个的麻味就偏重啊，这个的麻味起码是那个猪头肉的麻味的10倍。我就吃了块豆腐已经开始麻了，就是红花椒的那种麻。还有就是这个油跟炒猪肝的油类似啊，非常红。川菜就是这样，该红的红，该辣的辣，该香的香，这才是川菜本来应该有的样子。像一些省外的一些川菜搞得不麻不辣不红，就等于是要什么没有什么。豆腐特别新鲜。再尝一个老花，这一块是大脑啊，这是大脑。可以，老花非常新鲜。我严重怀疑它是整个猪头拿回来自己操作的。哇，这道菜放了酸豆角，这酸豆角切得非常碎。这酸豆角肯定是自己泡的，不用说了，因为自己泡的跟市场上面买的有个区别，市场上面买的
偏咸，自己泡的就偏淡，口感更脆，因为自己泡的时间没有那么长，不会泡半年1年那样子才拿出来吃。这种管子的话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一旦是泡熟了之后直接用了，老花很嫩，口感很不错。要多少钱一份啊？都不知道价格。问一下，大家都为了这个菜在抢啊，抢这个老花。都在抢这个菜是吧？这道菜做的可以。你看，也就是老实人才用这种盘子装。这么深的。对，用这么深，开口这么小，它其实端上来看起来不够大气。说实话，会做生意的人都把盘子做的浅一点，做的更大一点。但这个菜一端上来，它精吃啊，看着不大一碗。像这种的话，它老花拿的便宜，你知道吧？上批发的话也就4块5块，可能3块都拿得到。如果你量大的话。他做这道菜的时间应该会很长吧？这道菜吗？不长。那他为什么出品那么慢的这个菜？出品慢吗？它制作时间。它就2个灶啊！你没看到这里？你看坐这么多人，同时都在点菜，老板在炒菜，还要应对客人点菜，还要去写单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哪里脑子转不过来的？多少钱30块份2个老花。这个30块钱一份啊，里面放了2副老花。我抄一下底啊，我不知道底下是什么。哦，底下是豆腐。啊，老板还是挺聪明的，把老花弄在面上了。30块钱，30块钱其实不贵啊。它这里面成本高的哈，不是豆腐，是这个油，这辣椒油跟老花是成本稍微高一点。30块钱，我觉得这个太下饭了，2个人吃得够。多少？那猪肝20块就不贵了。说实话，猪肝分量不大，但是20块钱已经算不贵了，毕竟是一个荤菜嘛，是吧？但猪肝也不贵，猪肝也是几块钱1斤的东西。但是架不住老百姓爱吃这种，我们都喜欢吃猪肝，像猪头肉，我自己也喜欢吃。这种菜就是下饭，有人气，客单价不高。还有一个菜，不知道上不上得了？什么菜？笋子啊。哦，还有个笋子，怕是估计上不了了。这道菜分量不小，30块，性价比就出来了。还有一个，他这个地方估计这房子是他自家的吧？对，没有房租。没有房租，还有除了没有房租之外啊，服务员都是自己。他这个水电气估计都是民用的，所以便宜就便宜在这里。而且呢，他服务员啊，人工成本低，这个就解释得通啊。再一个，他可能干这个也挣不了什么大钱，也就是让自己家人过得稍微好一点。可能大家喜欢的是这个吧，是不是？氛围感很浓厚。你看这个凳子哪里是吃中餐的，这是喝茶的。所以这地方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慢节奏的一个地方。堵车了。因为一个村里面啊，一个小饭馆直接堵车了，两边车都停满了，不错。说慢生活，但是把店家变成快节奏，把老板生活打破了。你看，搞得他在里面焦头烂额呢，这样不大好啊。说实话，来吃饭千万不要周末来。对，你看这周末本身就堵，最好就是周1到周4过来。真想来吃，千万别来凑热闹，凑热闹不是什么好事儿，有可能来了之后。要罚站，要罚饿肚子。你看好多都是在旁边站着等，没有位子啊。行了，我们少说话吧，多吃，快边等吧，快吃，吃完了之后让别人好吃。来坐。有腰子吗？哦，有腰子吗？跟人家说哈。在那问啊。哎，搞不定了。还没来啊？等一下。还要等哇？当然等一下，我要走了。走了，直接走了。吃饭要等噻，买单也要等哦。点菜要等，上菜要等，买单要等。喝到冷处喝清楚。我觉得这种反而对他来说是种不好的影响。把抓出来，先把账买了咯。来，算账。老会儿干腰跟肥肠。有个问题。我们只有一个腰子，只有那个一个腰全都是干子。那可能不是，那可能炒了多几份的话，肯定就是没哈匀。哦，没哈匀，晓得不？是干腰和炒的嘛？我就炒人要的人多的话，肯定那就哈不到那么匀，晓得不？本来有好多嘛？一般就是3比1的情况下嘛。3比1。干腰。哦。腰子就3比1。我们今天运气不好。我是，见的人多的话，那炒个几份的话，肯定。啊，没分匀。有些时候舀的时候也不一定。有些可能一盘全是腰子。就那个老会儿跟那个是拌的嘛。拌的啊。啊。还有就商业大餐。做那个啊，就那个了，那如果有1/3的腰子，那这个菜就真的是非常便宜了。
对，20块钱。才20块。对呀，那性价比很高啊。老板没分均匀，就给我们分了一坨腰花。来不来我们炒了？你的123，123。123哈。米饭好多钱一个人呢？1块钱一个人。块钱一个人。哦，好，少哪个了？123嘛，123。好。一般零头我们都炒了的。啊？零头我们都炒了的。不管谁。123。现在我们饭就吃完了，总共呢花费123。我没想到老板说还要抹3块的零头，我说不用抹了，他说基本上都要抹。其实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。我们总共是4个人啊，菜也没有吃完，确实全都是肉，人均消费呢30块钱。今天我们过来吃饭呢，我们不知道前2天有博主发了这个探店视频，我们也很懵，来了之后全都是第一次来，然后12点钟不到，东西全部卖完了。现在我们吃完饭之后买单，老板来了3次烫。总的来说，老花还不错的，推荐大家可以过来试一下。如果你正好在周边哈，还有一个千万不要等到周6周末，把时间错开过来比较好，因为毕竟还有一些顾客来了，排了半天没吃上走了，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